是我经历的这些浪潮啊，其实在我看来，可能都不如我们现在可能即将面临的区块链浪潮那么的大。所以呢，我也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就大概在去年前年2年前，我就创办了现在公司当下科技。我们当下科技呢是一家专注在区块链领域的，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打造一系列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一系列基础服务，还有一系列应用。我们公司打造了一个在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分布式 ID 体系啊，我们叫 Meta ID 啊，并基于 Meta ID 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一些应用啊，这些应用都已经是落地了，并且现在每天有不少用户也在用的一些区块链应用。因此呢，今天呢，我就想就我们团队就我个人这2年以来在区块链领域里面实践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所看的、所感悟的、所思考的，和各位分享一下。所以今天我要做的主题分享就是说，投身浪潮，基于区块链的下一代互联网正在到来。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区块链和互联网结合的这么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分为4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链，在我个人角度来看，区块链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样，这部分可能比较基础啊。然后接下来就会说一下区块链为何能够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石。然后我会再接下来说一下下一代互联网应用会怎么样，我也准备了一些应用啊，一些视频啊，可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现在所做的或现在区块链应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最后我会畅想一下，就是下一代互联网将会出现的一些范式的转变啊。然后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这边会也会和大家有个问答时间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答有什么疑问啊，也可以在接下来环节里面我们交流一下。好，我们先从一个新闻说起啊，然后前几周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大家可能都在座的都知道，就阿里巴巴它被工商总局罚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么一个罚款182亿啊，理由就是说，阿里巴巴它是一个设置了一个数据垄断，然后强迫商家需要2选1，然后它是以垄断的一个名义来去进行个罚款的。然后其实前2周啊，各位可能留意新闻的也知道，就是包括说美团还有饿了么等等这些外卖平台，其实也是由相同的理由被罚款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现阶段在IT 领域里边，事实上已经是形成很多的大的巨头，并且这巨头已经是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数据垄断。其实这个在我看来，这是底层互联网的模式，或者是过往互联网模式所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现状。这是而且我们相信，像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互联网情况也会不断的在出现，因为数据由于过往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被大公司进行了一个事实上的垄断。在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在我们看来呢，这些问题只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好，然后我们现在说到区块链啊，然后在区块链技术呢，刚才我看到区块链协会放了一些视频，其实也说得非常好啊。区块链技术的本质上呢，一句话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啊。但在公众层面或者是在大众层面里面呢，其实区块链现在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可以简单来说是一个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当然了，就是我们在座的，还有包括国家层面的，其实都也知道区块链的巨大的好处啊。然后比如说在我们“14-5”规划里边啊，也明确将区块链技术列为7大的数字经济产业啊。然后包括上到国家层面，然后下到我们这种私营的公司，其实都从区块链技术的一些原理来出发，也能
也能意识得到区块链的一些好处啊，包括我个人总结的有四大点啊。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解决一个信任问题啊，它是使用了一个经济学还有博弈理论来解决了一个千古的拜占庭将军难题啊，并且它是解决了数据的信任问题，由此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好处。这个解决数字信任问题，它这个其实可以堪比堪比印刷术，堪比电力的发明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创举。第二个呢，它是由此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摩擦成本，并且呢，它是可以将激励的手段细化，提高各个环节的一个效率。由此呢，它如果是我们的数据都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话呢，它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透明度，从而可以增强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但事实上呢，就是可能各位最近留意新闻也知道，包括区块链领域里面呢，就是在过往的一些时间里面，在公众层面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不好一面的一些认知啊，包括可能公众很多认为区块链领域只能是炒币是吧？然后里边骗子横行啊，然后也甚至区块链是一个性能低下的这么一个玩具。当然，就是区块链过往在10年里面发展并不充分啊，并且由于它是一个新的事物，有这些公众层面有一些这些不好的认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我看来，就所有伟大技术出现的时候啊，都是必须会经历这么一些充满争议的这么一些阶段。就比如说当年蒸汽火车头发明出来的时候，火车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伴随着类似这么一个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互联网，其实在90年代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伴随着巨大的一些骗局啊、骗子啊，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些都是避免不了，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所以这个可能更需要我们这边，需要去伪存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辨能力啊，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呢，我想在此就是先就站在我个人角度啊，就是我阐述一下，在公众层面上的，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对区块链技术存在着很多的迷思。迷思就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区块链可能只是一个割韭菜的、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数字货币，只能是一个割韭菜的东西。但在我看来呢，数字货币呢，它并不是一个炒作的东西，它是一个激励层，它是一个真正用途呢，是用于对信息进行不可篡改的保存的这么一个费用。就是说，我是用户，我愿意给矿工保存我自己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达到是一个不可篡改的、近乎永久保存的这么一个目的，我愿意所支付的费用，其实就是所谓的数字货币的一个成本或是一个价格。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对于区块链的性能低下，慢赌贵。在我们实践看来呢，区块链技术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可以承载10万级的这么一个 TPS， 就是每秒的交易数量啊，甚至从理论上呢，它是有可能承载全世界80亿人的一个日常使用，并且可以做到手续费比较低廉。然后第三个一个迷思就是呢，区块链它是一个匿名的东西啊，它是一个逃避监管的这么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实践看来呢，区块链更多的是一个假名系统，它并不是一个匿名系统。假名系统呢，而且它是所有的交易、所有的数据，它其实都可以追踪，它都是可以溯源到源头，所以它反而是一个更容易追踪和更容易使得数据公开透明的这么一个技术手段。然后还有充斥的整个的就是密码朋克所出来的一些错误思想，就比如说是一些一些密码学的玩具啊，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啊，其实在我们看来啊，从我们自己实践角度上来看的话，区块链技术它其实不单是数字货币，它可以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基础，它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生活，
是可以带来一个更公开、更透明、公正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待会会接下来说，就是区块链技术它为什么它不单只是一个数字货币，它可以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这么个基础，甚至是下一代互联网它整个的互联网架构，以后整个的说我们日常用的应用、日常用的网站，它都可以构造在区块链上面。好，我们说下一代互联网我们就先看看现在我们日常用的互联网。现在我们日常用的互联网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互联网发展经历了大概20多年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经面临了很多的困境，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例子，阿里巴巴被罚了一个180亿，就是由于垄断而造成的。因为现在事实上，我们互联网已经事实上被商业公司。我们每一笔数据都被每一个商业公司所围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数据垄断。然后第二个呢，现在互联网上的数据呢，事实上就形成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微信里面发的信息，在微博里面它是不能看得到的，是吧？我们在 Twitter 里面发的信息，我们在 QQ 上是不能收到的。这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的信息孤岛。第三个就是泄露隐私很严重。估计各位在座的也有这么个经历，是吧？然后在搜索引擎里搜了某个关键词，然后打开淘宝，立刻发现淘宝推荐商品就是你刚才搜的那个关键词。这些其实都是商业公司将个人的隐私数据卖了出去，因为我们使用网站都是免费的，然后但事实上任何东西其实都是有成本的，那什么是成本呢？就是我们隐私，就是变成了一个代价，变成了一个成本。这些问题呢，其实在我看来呢，更多的就并不是说商业公司它要故意作恶，也不是说要怎么样，其实根本来说，它是由于传统互联网技术的一个限制，就是底层技术的一个弊端然后导致现在的数据安全性不足，还有导致数据归属权不明确，主要是由这2点而引起的现在一系列的这么些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整个互联网其实都是构造在 TCP/IP 协议上的，可能大家计算机同学都很清楚并且基于 TCP/IP， 我们就是在上面诞生很多的一些协议，包括 HTTP 等等。但这些协议其实无疑都是一个当初的时候它是没有考虑安全性的，就意味着就是数据在数据存储层面其实是很容易被篡改的。而且事实上它是已经是经常会被篡改，或是经常会被删除，或是经常会被不可访问等等，并且由于数据产生它是没有一个归属权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天聊的微信都存在微信服务器里面，但其实是我们没法证明这个数据是我们产生的，并且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运行了20多年，然后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事实上我们仔细想想，数据由我们产生的。理论上是归属我们，但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子呢？现在情况就是本来只是负责存储和负责展示数据的那些商业公司，它将我们的数据占为己有，将我们的数据可以拿去卖钱甚至说可以变成叫做予取予夺它是喜欢篡改也可以，喜欢删除也可以，我们对用户来说我们是完全没有掌控权的。所以就是由底层技术的缺陷导致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困境在我看来。但区块链技术刚才提到，它远远不是一个加密数字货币在我们看来，它还可以是一个完美的数据载体就相对现在互联网来说，它是一个相对非常完美的数据载体，它可以使得数据在互联网传输是不可篡改，然后第二点，它是可以分布式保存然后数据可以近乎的永久保存，并且第3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通过密码学、通过数学，能够很明确的让数据有个归属权这个数据它是明确的属于个人，由个人产生，而属于个人，它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商业公司，也不是属于中间处理数据的一些矿工。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其实它是运行在 TCP/IP
这个协议上的，所以它是它的一系列不安全、一系列的数据归属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基于区块链技术，它是从 TCP/IP 这个层面里边，就是对整个的不对的一个模式、不对的模型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纠正吧。这个左边的是个 TCP/IP 的这么一个模型啊，然后右边看到就是基于区块链的一个交易的这么一个模型。它其实区块链里边的一个交易、一个 transaction、一个 TX， 它对标的就是每一个 TCP/IP 的一个通讯。但基于区块链的每个 transaction 的话，它可以因为由于矿工的这么一个激励作用，它可以对数据进行很好的保护，可以让数据不会被篡改。因为因为矿工他如果对数据进行篡改或删除的话，他其实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这个区块链网络外。然后包括这个网络层，还有传输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来改造的，所以在应用层里面我们会出现一些跟传统的互联网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个体验和一些特性啊，我待会详细说。好，然后我这边本来就是想列一下那个传统的互联网的一个架构。传统互联网架构可能学计算机的同学都很清楚了，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就今天就详细说一下，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块链网络是怎么样的啊。传统的互联网网络大家都对，特别计算机同学可能很清楚，这是网格状的这么一个网络，这是个 mesh network。但对于区块链来说，一个典型的区块链网络，它变成是一个小世界网络。如果这个区块链它是一个更成熟或节点更多的话，它最理想的一个网络一个架构，它就是叫个超级小世界网络，或叫曼陀罗网络，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它区块链网络，它从网络架构上其实已经是比互联网这个 mesh network 它其实是已经长得更加健壮、更加高效。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区块链网络架构，中心的就是矿工处理数据。矿工由于受到激励，所以它可以很好的保护数据的这么一个安全性，不可篡改、不可被删除等等。然后外面一层层的，就是在外面一层可能就是数据服务商，然后在外面一层就是应用方，然后最外面一层就是用户啊。然后用户其实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一个节点。然后我们所谓的数据分布式保存呢，其实是在整个网络里边，一份数据有可能在这个网络里边，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保存，然后我们所说的那个数据近乎永久保存呢，并不是指数据在矿工网络里边都有一份完整的数据，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每一个数据有可能在这个网络里边分布式保存在任何一个节点里边。但这个数据它一定是会存在在这个网络里边的，如果不存在这个网络里边，就等于整个网络不完整，而这个由于整个的数据它是个分布式存储的，所以随着这个网络节点越多，数据永久保存的概率就越高。所以其实数据永久保存或甚至是数据不可篡改，本质上都是一个概率性问题。这个概率性问题随着这个网络的节点多起来，或是网络的一个健壮起来，它是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认为是说数据它是个不可篡改和近乎永久保存是没问题的。好，然后就是希望同学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图，能够就从一个物理的网络结构来看，就能够知道，其实区块链网络它首先是从物理的网络架构上，比现在传统的互联网架构是更健壮、更安全、更高效。好，然后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基于区块链网络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架构和传统的一个互联网应用的架构的一个区别。左边我就以一个微博为例，可能同学每天都用微博，可能都很熟悉我们就以一个微博为例，左边就是一个以微博为例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3层架构最底层就是数据层，然后中间通过一个服务层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然后到应用层，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用到的微博的一个应用 APP， 微博的网站等等。但在过往的一个互联网架构里边，我们看到这个
服务层和数据层其实是属于商业公司私有的，就意味着就是我用微博这个 APP， 微博 APP 里边的那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层，还有提供数据的数据层，其实也是同样属于微博公司的，是吧？但这样看来，大家可能就觉得很自然。但其实我们可以基于区块链有另外一个选择啊，就是右边的，比如说我们做个链上微博，整个架构会变成怎样？首先我认为就是从层级来说，我们基于链上的一个应用来说，会比传统的链应用来说会多了一层叫激励层。激励层这个激励层是传统互联网没有的。这个激励层呢，就是它是会通过微支付、通过通证来让参与的多方，就比如是用户方，或是内容提供方，甚至是应用方等等，它是由于有这种微支付的这么一个激励，还有通证的一个激励，使得各个参与方它的一个积极性、它的一个效率、它的一个一个动力或更足，这个是传统互联网应用所缺失的。就除此之外呢，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服务层还有区块链层，区块链层就是也等同于数据层了。这两个层面呢其实是公用的，就是说我数据存在用链上微博的数据并不是属于某个商业公司所拥有的，而是存在区块链上。这个区块链是由矿工共同维护的，也并不是属于具体的某一个矿工，所以就使得数据是由用户产生，但区块链只是起了一个验证这个交易或验证数据的这么一个作用啊。然后这个数据本质上还是由用户所拥有，并且如果是保存在区块链上的话，它可以使得数据变成是一个公用的，就是别的应用甚至也可以访问啊。然后包括服务层这些也是，并不是说某一个公司所独有的这么一个区块链服务，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面向所有的应用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从传统互联网架构转移到链上应用这么一个架构。它是从底层数据层进行了一个改造，并且增加了一个激励层。好，然后应用如果是基于区块链来构造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啊，我总结了有4个大点的好处啊。第一个就是数据不可篡改，近乎永久保存。然后第二点就是应用间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啊。然后第三个，一个账号可以使用所有的一个应用。那第4点呢，就是数据真正归用户所拥有啊。我接下来会对这4点进行一个展开的说一下。首先是数据不可篡改啊，近乎永久保存啊。它这里包含了3点啊。第一个就是所有数据它是由矿工进行了一个保护，所以它可以使得不可篡改、不可作假啊。但它不可篡改、不可作假，它并不意味着数据就是不能修改了啊。它其实数据理论上也是可以修改，但只是这个修改跟我们一般概念的修改可能不太一样。它的数据所有的修改都带有痕迹啊，就是一个增量式的一个修改啊。所以它使得所有的数据上链后修改都会带有时间戳的痕迹，都会知道谁什么时候修改了什么个内容啊。然后呢，第3个就是只要该链存在的话，这个数据至少会在整个刚才看到这个网络上面啊，至少会保存1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不可篡改、不可近乎永久保存的这么一个特点啊。然后第2点呢，就是应用间的一个数据互联互通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过往20年以来用应用很少体验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因为其实我们都习惯了数据它是被一个个公司所围起来，然后每个应用都是一个数据孤岛。但其实数据如果大家都存在区块链上的话，其实数据可以变成一个互联互通啊，或者叫做互操作性啊，具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可以打破现在互联网上的一个信息孤岛啊，让互联网成为一个真正的信息自由流动的这么一个网络啊，就是互联网它成为它该有的样子啊。然后呢，应用间呢，由于它没有一个数据垄断的这么
一个权利啊，所以应用它就变成了就是不会说挟用户的数据而自重这么个情况。应用之间的一个竞争就变得它就是围绕着用户来进行一个竞争，就是可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提供一个更低的资费，是吧？而不是说将你的数据围起来，你不能迁移，你不能用其他软件，你用微信，你的好友关系都在我手上，你不能用其他 APP， 是吧？但以后就区块链的情况，我认为是会有极大的改善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第3点就是不同应用的数据可以相互组合啊，这样子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可能啊，就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功能，它就变成一块块小积木啊，然后我们所用的一个应用，它更像是由不同的小积木拼成的这么一个软件，然后这个软件开发商它可以就是将这积木 A、B、C 拼成一个软件，然后这个软件开发商，另外一个软件开发商它可以选择将功能C、D、E 又拼成另外一个软件，这些都是可能的啊，所以就是可以使得我们以后使用应用里面的一个各种可能性可能会更多。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账号就可以使用所有的一个应用。现在我们其实都也是习惯了，我们用微信一个账号，用支付宝一个账号，用微博一个账号，然后注册什么软件都得要注册一个账号，这点我们其实也是习以为常了。但其实基于区块链，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一个分布式的 ID 体系，让用户他一生中只需要记住一个账号，我们叫做主私钥记住这么一个主私钥就可以使用所有的应用。因为我的个人账号，我的用户的数据，它不会再被某个商业公司所拥有，而是存放在区块链上面，这是我的数据，然后我是允许别的应用访问，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就它由此可以产生就是用户他使用应用更自由了。我不需再被绑定在某个应用上面，然后呢，我作为用户，我也不需要记住多个应用密码，是吧？然后，只需要保管好一个主私钥就够了。这是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应用的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啊。然后第4点，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数据真正归用户所拥有。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它的数据属于用户，它是从数学原理上保证的它是从公司要这个非对称密码数学原理上保证这个数据由我产生，并且我是能够很轻易证明它是由我所产生然后另外有2点很重要的就是用户存放在区块链上但通过区块链技术，通过密码学技术，我是很方便的，可以让用户他指定比如说我的数据，我的到这个医院 A， 我就可以指定让医院 A 来访问我的病历，因为这个病历数据比较敏感，是吧？然后我去到医院 B， 然后医院 B 也必须要经过我的授权许可，才可以读到我的那个病历数据。就数据变成了它是由用户所产生，并由用户控制，存放在区块链上。但是由用户可以授权访问什么应用什么的一个商业主体可以访问，就所以整个数据的一个主次关系发生一个变化。以前是我存放在某个公司里面所以是使得数据不得用户不能控制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会催生出很多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是用户可以很简单的出售他创建的一个数据因为他授权访问可能只是第一步然后他用户他甚至是可以指定然后某个用户需要访问我的数据，你需要支付一定很微小的金额，你就可以访问了就比如说以后可能一个音乐作者，我就创作了一首歌，我放在区块链上面然后平常是加密访问加密保管的，然后如果我的粉丝喜欢听我的歌，那很简单，你给我支付1分钱甚至更低，你就可以读取上面的加密数据，然后你就可以听到上面的歌了。中间整个支付它是无需经过任何第三方，只是点对点的这么个支付。所以我认为就从此也可以产生出更多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这是由用户所拥有数据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更简单的出售其创建的一个数据。当然这可能性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就这4点呢，在我看来就是
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啊，如果构建在区块链上的这么一个好处啊。好，然后我说了有4个大点的好处啊，我说有4个大点的好处。然后如果我们区块链，如果我们下一代互联网应用都构建在区块链上面，我们会得到了一个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这么一个应用体验啊。但可能接下来问题，可能有同学可能会问，哎，那我们需要怎么一个区块链，这个区块链才能成为下一代的互联网的一个基石呢？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啊。首先呢，就一个区块链呢，它要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石，或是下一代互联网都要构建在上面的话，它有一点很重要的，这是首要条件，必须要满足的，就是这个区块链能够满足足够多的用户使用。构建在区块链上的互联网，它天然需要触及全世界80亿人啊。如果没达到这样的话，它其实不能叫做互联网，是吧？就只能叫做局部的互联网，或者是一个区域网，或者是一个小的行业网。但如果是当我们说一个区块链互联网的时候，其实我们默认的这个区块链互联网，它其实是能够触及全世界80亿人的。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从一个经济角度来说因为互联网的一个用户的网络效应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各位可能计算机同学都很清楚啊，这是个网络效应，它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就是用户越多，这个网络的一个价值越多。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区块链它用户越多，网络效应就越大，就价值越大，它的各方面成本就越低所以像现在我们区块链呢，都已经是往这方面去发展然后现在就是可能技术有一个就是基于 UTXO 模型的区块链的一个扩容现在已经出现很多 UTXO 模型的区块链进行一个大规模扩容甚至是一个无限制的扩容目标都是能够承载全世界的人使用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呢，就是基于账户模型的，就比如说以太坊等等的这么一些公链他们现在也意识得到1层的性能不好，他们也做了一些2层的这么一些工作但大家目标都是一样，能够怎么尽快的扩容。所以在我看来呢，所以这个区块链首先要满足这么一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哪个公链或是哪个区块链能够最快最可能的满足全世界80亿人使用的这个公链，才最有可能成为承载下一代互联网的这么一个链。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公链呢，可能还是运行不了一些应用出来，我们还需要一些能够将数据刚才我提到过，就是区块链它底层的一个就 transaction， 它是代表 TCP/IP 协议嘛但我们光有 TCP/IP 协议其实不够的因为区块链数据是离散的我们需要在 TCP/IP 协议里面还得要有类似一个 HTTP 协议，还需要有很多的一个协议我们才可能出现现在的互联网，是吧？所以呢，就是光有一个能承载很多用户使用的区块链可能不够然后我认为数据关系也必须要构建在区块链上这样子才可能就是数据关系不会被伪造。就数据关系大概就是说，我这个数据的上一层负极是谁，是吧？然后我的这笔数据和另外一笔数据关系是怎么样子这是数据关系。因为有了数据关系，才有数据结构，是吧？然后数据结构是一切程序的一个基础，没有数据结构是没有程序的，大家可能也很清楚。所以现在来说，就是在现有区块链里边，就是包括也有出现一个 MetaNet 这么一个数据格式，还有像以太坊那样的一个账户模型，其实也是为了解决的数据关系的问题。好，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看来呢，还得要有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一个分布式身份协议这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公司这2年的一个努力方向为什么它必须得要有一个分布式身份呢？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数据其实本质上都是由用户产生的。就即便所有的即便可能有些数据看起来是由机器产生的，可能有些数据看起来是由商业实体产生的，但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所有的我们社会一切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区块链上的数据必须首先得要有一个分布式身份，通过人这个身份来将数据关联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使得每一笔数据它都有一个归属。就是我们所有区块链上每一笔数据，任何一笔数据都我们通过这个分布式协议，我们都能够推导出这个数据是属于哪个用户的。这样子我们就有了所有数据关系，也明确了所有数据的这么一个责任主体。然后第二点就是有了分布式身份区块链数据才有明确的一个归属主体就是也有了一个责任的主体然后在我们的这2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呢，就是过往区块链应用就是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一直处于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这么一个阶段，就很大的原因也是一直缺少一个好用的能承载很多大量用户使用的这么分布式 ID 体系。这也是我们公司这2年致力于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打造的我们这个分布式 ID 体系叫 Meta ID。就当然现在很多公司也是认识得到这么一点包括其实很多大公司其实也各自推出了自己的一些分布式 ID 方案了，包括前段时间大概可能也是上个月时间，微软也正式发布了它那个叫 OneID 的这么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的一个方案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公司能够意识得到。分布式 ID 体系、分布式 ID 身份协议才是打开区块链应用的这么一个钥匙。好，然后呢，除了刚才提到区块链，它除了是一个完美的数据载体之外呢，我们认为如果它是要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基石，能够承载80人日常使用，它还得有很重要一个功能，它必须是区块链本身它自己是一个图灵完备的，就具有运算能力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使得整个区块链它不单只是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东西，它甚至还可以有一个基础运算能力从更长远来说，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就是世界范围的唯一的一台巨型计算机。这个区块链呢，它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运算能力了，并且可以执行一些智能合约它可以自动化的解决很多的问题就当然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智能合约呢，它也是必须它必须也是要有一个基于身份的或叫分布式 ID 体系的这么智能合约，才是一个更符合我们现在的法律规范的这么一个架构刚才其实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跟学法律系的一个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以前一直没有一个明确身份的这么一个智能合约，大家都在鼓吹叫做 Code is Law， 但 Code is Law 在我们看来它是缺少了一个明确的身份主体，缺少明确身份主体就是说并不能说就是以我的代码是分布式运行的，我的程序是分布式运行的，然后就逃避了这个法律主体的责任，是吧？因为刚才提到过，就是以前区块链里面就是它数据是分布式存储的，给人感觉是离散的，但如果是 Code is Law 的方式，它是没有一个法律主体的话，它会引发很多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看来，一个可以承载80亿人使用的一个区块链互联网里面呢，它有这个可以执行智能合约的这么一个基础，但前提还是得要有一个身份协议，这样子才可以使得每一个交易、每一个行为、每个数据都有一个主体可以追溯。好，然后现在在现有的那个区块链技术里边呢，现在可以有智能合约的，主要也是有2个技术范畴，一个就基于 UTXO 模型的一个script， 就是一个 UTXO 的一个脚本，另外一个就是以太坊上的一个 Solidity 的一个智能合约可能有部分同学还是不是很清楚其实基于 UTXO 模型的比特币其实也是图灵完备的。它自身它也是带有很多的一个操作码，使得比特币
UTXO 模型，它通过它自身的操作码，它是可以具备有图灵完备的功能，它可以具有链上的运算功能。这一点我就简单列一下，其实 UTXO 模型也能是图灵完备的。甚至现在已经在这个 UTXO 模型上也是有了一些高级语言啊，就我们可以类似用 JavaScript 类似的这么一些高级语言来操作 UTXO 模型底层的一个 OP code 啊，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编写一些智能合约。就当然这部分可能就偏技术一点，就是待会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也可以继续详细探讨这一点啊。所以简单来说啊，我个人这2年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看，假如我们需要一个能承载80亿人使用的一个区块链互联网，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就是，在我看来 UTXO 模型，因为 UTXO 模型它是更可能承载80亿人使用，啊，因为账户模型它其实需要维护一致性，维护很多的一个数据状态，它是一个性能提高，它是需要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步骤。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区块链，它能扩容承载到80亿人的日常使用。然后第三个，它需要有一个类似 Metalet 或者是一个分布式身份的这么一个体系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它需要图灵完备，能够有智能合约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么一个结论，并且现在我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么一套选择，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分布式 ID 身份 Meta ID， 然后也在上面构造了很多的一些应用啊，并且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和很多人想象不一样，这个并不需要我们再等几年，并不需要再技术发展到几年才完备啊。我们通过我们这2年的一个时间看来呢，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构造一个80亿人都可以使用的区块链互联网应用啊。对，当然我这里做个小广告啊，这是我们的一个 Meta ID 啊，这上面有我们 Meta ID 的一个官网，我们基于 Meta ID 上面呢打造了很多一系列的应用。各位同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上去我们的那个 Meta ID 官网里面，就上面有现在大概有20多个的区块链应用啊，并且它是用起来它手续费非常低廉，然后运行非常流畅可能跟现在的互联网应用没什么区别，但拥有了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一些好处，这是可能是个全新的这么一个使用体验啊。然后基于此，我们也打造了一个类似链上微信的这么一个应用，我们叫 SoulSV 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同学也可以去使用一下。好，然后刚才提到了，因为分布式 ID 体系，它是打开未来区块链应用的这么一个钥匙，在我们看来啊，只有基于分布式 ID 体系的应用，才具备有更多的现在互联网应用所不能比拟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就是公司花了2年时间去打造了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我们叫 Meta ID 啊。我还是得要花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早上跟一些同学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其实分布式 ID 体系的数据存储方式，跟学计算机的很多的一个数据存储方式的一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呢，刚才提到了，就是区块链的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离散的，然后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呢？分布式 ID 体系，它的简单来说就将离散的数据通过一系列协议，能够让离散的数据能够有一个收敛点，这个收敛在一点，这个收敛在唯一一个点上的就是一个用户。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能习惯了数据都是存储在一个个网站上面，是吧？但基于区块链的一个分布式 ID 数据的存储方式呢，就变得了。用户所有记录其实都是记录在用户自己控制的一个数据数下面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每个用户我自己我可能使用所有的互联网应用，我的数据都存在一棵树上，就是这个树可能大概长这样子然后从这个根出发，到所有的节点，所有的叶子都是我控制的。
我都能够通过一个数学证明，通过一个签名，能证明上面所有数据都是我产生的，并且我可以对某些数据进行一个隐私控制，啊，这就是通过分布式 IT 体系来保存数据的数据格式和传统的应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以前数据都是存放在一个个商业公司数据库里边，然后现在变成了我们是存放在我们一个抽象的一个数据树下面。啊，当然，这个数据树的数据刚才提到了，就可能每一笔数据它是一个 transaction， 一个交易的数据，分布式保存在整个的区块链网络里边，啊，分布式保存在区块链网络里边，啊，但它是因为这个关系，它其实是个虚拟的抽象的这么个概念啊，但它就是可以通过链上的这么一个数学证明了这个节点跟这个节点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所以刚才提到就是数据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问题。好，然后对，这个就是 Meta ID 和传统互联网的一个数据保存的最大一个不一样。就像可能在座有很多同学做过一些简单的互联网应用网站，是吧？然后传统互联网数据就是这是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数据的一个存放方式。它会建一个用户表，是吧？然后用户表保存所有用户，然后比如说发个微博，然后我有个发帖子表，然后通过 User Center 里面的那个外键，是吧？然后进行一个关联，然后包括用户的回复等等，也是专门一个表存放所有的回复，然后也是通过用户 User Center 里面的那个用户的组件进行一个关联。但基于分布式 ID 体系呢，它最大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用数据，它其实由一颗一颗应用数所组成的，啊，就是数据的一个关系主次关系不一样的，它是由一颗一颗这么数来去聚合成一个应用的数据，所以这个就是分布式 IT 数据的一个保存的这么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不一样啊。然后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分布式 IT 体系，然后做了一些很多应用啊，然后发现。基于区块链应用里边，它可以呈现出很多和传统互联网应用不一样的这么一些优点。我准备了2个视频啊，来给各位同学具体的看一看，就是现在就是数据或是应用啊下达应用基于区块链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先展示一个就是两个应用啊，2个不同的一个应用，它是由2个不同的商业公司所开发的2个不同应用，怎么能够出现一个数据互联互通，或是出现一个数据叫互操作的这么一个效果。我放一个视频然后这里是一个左边是一个链上笔记本应用，右边是一个类似链上微博的一个应用啊。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登录啊，也是按正常一个登录，但我们只需要账号就好了。然后登录了一个链上笔记本的应用，因为它应用程式一样的，所以就我们可以看起来跟传统的一个链上的一个跟传统的笔记本差不多。好，我们就发表了一个类似印象笔记啊，然后发表了一篇笔记啊，然后输了一些关键词，输了一些内容等等啊，然后我就选择了发布到链上。然后因为数据发布都是一个公开性发布，所以会有个提示啊，然后我支付一定的上链费用。好，然后这个文章就发布到链上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另外一个应用啊，这由另外一家公司开发的一个商业应用，它就能够很快的看到这个文章就会出现在另外应用里边。啊，它是无需要刚才的那个笔记本应用的许可，它就可以出现在另外一个应用上面，因为它是数据，它是互联互通的。好，然后同样的，我在这里发布一个新的状态，在这个链上微博发布一个新的状态。那同样的，在这个笔记应用里边，它有个分类啊，专门是查看自己在链上微博里面发布的一个内容。这左边都是刚才我在链上微博发布的内容，啊，就是变成了一个数据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案例啊。而且这个互联互通很大一部分不一样，它不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商业公司的一个许可。因为数据本是属于用户的，只要用户同意了，公开发布到区块链上面，就可以使得互联互通成为可能。
好，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数据由于采用了分布式 ID 体系，都是存储在用户自己控制的每一个的数据数下面啊，而不是说存在某个商业公司，不是存在某个项目下面啊，所以使得我们做很多应用的一个视角，或者是很多一个思维模式都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做很多应用啊，都会更简单了，因为整个的数据关系很清晰。那个责任主体也很清晰，受益主体也很清晰，所以呢，就比如说可能区块链领域里面有很大一个场景就是做溯源啊，但基于分布式 ID 体系下面做溯源的话呢，它整个工作会变得更简单啊。这个视频就是简单演示一下，就 Meta ID 加溶液溯源是怎么做的。就我们说一个产品追溯系统啊，它其实分为好几个环节啊，物流环节、销售环节、追溯环节等等，分为5大环节啊。然后一开始呢，在生产环节呢，比如说我是个农民，是吧？我要以一个西瓜为例进行一个溯源，然后首先很简单啊，然后农民可以用这个手机 APP 创建一个西瓜档案，生成一个唯一的哈希码，并且这个溯源的2维哈希码贴在西瓜上。然后我就通过 APP 扫描获取这个哈希码，然后呢就可以将这个哈希码和西瓜数据就可以进行上链了。数据是存储在用户的农民的数据数下面。好，然后有采购商过来，然后也是采购商也是提供他身份证啊，然后呢瓜农确认无误就可以带有采购商签名的交易就会转移到采购商的这个 Meta ID 的一个数下面。啊，所以这个数据也很清晰的就发生了一个转移，从瓜农转移到采购商，并且双方的一个交易有个签名啊。然后相同的原理啊，也是在物流环节，也是采购商会将商品也转移到那个物流环节啊，并且每个站点也会对这个西瓜的交易链进行一个签名等等，也是将数据也是从交易商的这个数下转移到物流环节的数下边啊。然后通过相同的一个原理啊，然后就是分发到各个的流通环节，到每个超市啊，然后卖场收到西瓜后呢，也是对它进行一个签名啊，然后到追溯环节了，因为它上面有个2维码啊，然后消费者呢或是相关的农业部门呢，他只要扫一下这2维码，他就能够很快的看到刚才这西瓜从生产到销售到流转整个环节分别什么时候曾经在哪个用户的数下面，啊，这个可能视频有点快啊，但基于 Meta ID 或是基于分布式身份 ID 协议做这种溯源类的项目呢，它是会变得异常简单。就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我将每一个环节的数据如实的记录在区块链上，如实的记录在每一个关联方每个相关的主体的一个数据数下面。就可以了，然后剩下工作就是一些聚合、一些数据归类的这么一个工作。好，其实基于 Meta ID 的开发呢，它会让整个开发工作量会大为减少啊。然后现在最近半年、最近1年，然后在我们看来，就整个区块链应用它其实并不是说不能落地，已经开始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啊。当然我这边可能更关注分布式 ID 体系，或更关注我们 Meta ID 下的一个应用啊。但光是我们 Meta ID 下的一个应用，现在已经有超过20个的应用了，并且这个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它就刚才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用户数据的共享的，包括它的功能，它也是可以像积木一样搭起来的，所以使得整个开发环节它是会比传统的会更快啊。好，然后呢，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在区块链上面构造一些区块链应用。我们下一代的区块链互联网，其实就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建立起来了啊，但这个可能以后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应用、日常使用的网站，或是日常使用的各种系统，都很可能慢慢迁移到区块链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慢慢变成了一个大趋势了，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这么一个大潮流了。
但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在这个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上的话，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我们未曾体验过的这么一个体验啊。然后，因为刚才提到了，其实区块链互联网它是从底层的这个传输层面进行了一个改造，进行了一个优化，所以这个底层的 DNA 的一个改变，使得了整个的下一代互联网它会产生一个范式的一个转移。它范式转移就包括方方面面啊，它不我就今天就简单从3个点来说一下。它的新的范式出现呢，它会带来了一个开发模式的一个改变，啊，就是对于开发者或者是一个应用开发方的方式和现在不一样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应用场景的改变，就是可能对我们用户来说，日常的使用应用的一个方式或是体验也完全不一样了。然后第3个就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构建在现在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基础上的，但我们底层东西改变了，商业模式肯定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个改变。好，我们就先说说那个开发模式的改变啊。就对开发者而言呢，对开发者而言呢，他首先能感受得到的好处就是开发时间更短了。啊，基于区块链的开发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比传统的开发更简单，所需的工作量更少。啊，我就以我们实践的一个经验来说一下，就是也是一个微博啊应用为例。对于一个开发传统 Web 项目来说呢，我们要做一个Web 版的一个微博，是吧？然后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师可能需要一个前端工程师，需要一个后端工程师，然后也需要一个数据库工程师，啊，其实远远不止了。当然，可能还需要产品经理，需要运维工程师等等啊。然后它所需要工作包括还有一个数据库设计，是吧？然后还有后端程序的一个开发，还有前端的程序开发，还有个运维人员的日常运维啊等等等等。以开发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Web 版的一个微博为例啊，它整个开发量，所需人日起码要60人日，并且呢，它的收入模式呢，大家很熟悉，可能对于小应用来说。它收入模式只有一个，就是广告，可能前期通过烧钱把用户量做起来，然后我就通过广告来去获得收入。其实这个也是现在主流的大部分互联网应用的一个收入模式啊。但我们基于区块链啊，基于 Meta ID 开发的一个模式可以变怎么样子呢？就我们所需工程师可能只需要一个前端工程师就够了，因为我们数据都是从链上获取啊，然后通过一些公用的服务就可以拿到链上的一个数据。啊，并且由于数据是不可篡改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数据肯定是对的啊，并且呢所需工作只需前端工程师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代码开发啊，并且呢它整个的开发时间呢可以只需要1/3，比如说20人日啊就够了啊，并且呢它整个收入模式可以有所变化啊，就可能。不只是说依赖广告收入啊，它甚至可以做到，我上线的第一天就能够有收入了，因为我通过微小支付，啊，举个例子，可能就用户发个帖，我可能做应用方，我可能说很少的一个费用，比如说0.01分钱啊，这是都能做得到的。所以就是应用它其实不单只是可以依赖广告这么个模式，就简单来说。它整个的一个开发成本啊，在我看来，经过我们的实践看来，它是可以有一个大概67%以上的这么一个下降，就是可能只需要原来的1/3的开发成本就可以开发相同功能的应用了。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变化。好，然后还有对于开发者来说，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用户数据共享，它可以解决一个冷启动的这么一个问题。可能做个应用的话，是留意现在互联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其实现阶段的互联网拉新成本是非常高的。但对于区块链应用来说，对于一些后来进入的应用来说，它的一个进入门槛就不会像现在的互联网应用那么高了。现在整个的一个流量都被
商业巨头所把控，是吧？然后对于后来者来说，其实准入门槛非常非常高，所以使得说现在的应用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现在整个应用排行榜前10位的其实都是商业大公司的一个应用，对小公司来说，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了啊。但基于区块链的不一样，基于区块链来说，我是应用方，我的只要是我基于分布式身份所建立的应用的来说，我应用上线的第一天，我就可以获取海量的用户。就是对于海量用户来说，他使用我的应用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我的应用是足够好，啊，他是很轻易的，比现在更轻易的来使用我的应用。然后呢，相对来说，应用它是无需花很大量的一个拉新成本，啊。然后对开发者来说，它的一个开发的颗粒度会更小啊，它的颗粒度会更小，这样使得了小团队呢也可以就是和大公司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刚才提到了，因为在区块链上就是没有了大公司的对数据的一个垄断啊，所有数据只要用户是公开的或是用户授权的，我是小公司和大公司一样，获取这个数据的一个难度、一个成本是一样的。然后还有数据，它是链上共用，数据可以复用，所以我作为开发者来说，我的开发力度会更小。大公司和小公司的竞争会更公平啊，然后比拼的是什么呢？比拼的不是说谁的垄断能力更强，谁的先发优势更多，而是谁的创新能力更大。这是我们看到未来的这么一个改变。好，然后第二个大点的改变就是那个应用场景的改变啊，应用场景改变，就当然由于现在整个的一个区块链互联网，整个的一个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个刚起步的这么阶段，很多的场景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啊，然后所以后就是下面的可能更多是我个人的一个畅想吧，或是我根据区块链的原理，我想所想出来的，未来我们很可能的会经历的这么一个状况。就以社交应用为例啊，基于区块链的一个社交软件呢，首先第一点就能够做到数据互联互通啊。刚才也提到过了，就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和 QQ， 甚至是可以和Twitter 和 Facebook 的信息可以互联互通，是吧？然后我只需要知道你的ID 是什么，我不管你在用哪个IM 软件，我不管你是在哪里用，我只需要往你的地址，或是你的 Meta ID， 或是你的分布式 ID 身份里面发条消息，你只要打开所有的支持这分布式 ID 软件，都可以看到这个新消息。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基于区块链来说做的一个社交软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交一个软件，我们不需要再绑定某一个平台，我们的社交关系，是吧？我们的好友关系也可以自由的转移到其他的一个平台上、一个软件上。就如果是社交软件 A 不好用，是吧？那很简单，我们就用社交软件 B 就好了。那社交软件 B 广告很多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转移到软件 C 上面，因为我们的好友关系也在，甚至我们过往的那个聊天记录都在，我们的迁移成本很低。这就是变得了就是现在的我们就是其实用户围着应用转，然后最后变成了，其实是变成了应用围绕着用户转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呢，比如说电商电商刚才也提到过的，就是现在电商类都是已经2选1，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是吧？然后我是一个商家，我可能要考虑我的商品到底是发布在天猫上，还是发布在拼多多上，还是发布在京东上，是吧？然后搞不好，如果之前没有那个工商总局罚款的时候，可能天猫还不允许我在京东发布相同的商品，但可能基于区块链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商品数据是属于我的。可能就整个的主次关系会发生一个变化，就反而会变怎么样子呢？我是个商家，我发布一个商品信息上链，我在这个商品信息里面设定了商品销售的佣金，比如说我要卖一个手机，我设置佣金是3%，是吧？然后这个平台方看到我设置佣金合理，他就可以选择展示我的商品，并且帮我促销这个商品卖出去，然后他就可以获得这个我约定好的3%的佣金。甚至是我是商家，我甚至可以选择，你这个京东，或是一个电商网站 A 电商网站 A， 你的那个用户体验不好，我不允许你展示我的商品，这些都是可能的。
后就是在游戏领域了，游戏领域我认为也是可以，就区块链游戏行业可能也是和现在的游戏领域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么变化，也是带来很大的机遇。我喝口水先。最近有个词很火啊，叫做元宇宙，叫 Metaverse， 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啊？然后包括在国外整个的一个创投圈都非常火的这么一个概念。就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通过一个 VR 手段，来让用户在一个模拟现实中的这么一个游戏体验啊，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看过那个头号玩家是吧？可能就希望以后的游戏都会往这个头号玩家所描述的场景里面去。但在我看来呢，这些场景呢，以后必须要基于区块链，它才可以实现我们所谓的那个 Metaverse 这么一个概念。当然我们所说的那个元宇宙Metaverse， 我们所谓宇宙肯定只有一个是吧？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玩这个游戏 A 的数据不能迁移到游戏 B， 但现在就这样子是吧？我们玩游戏 A 的数据其实和游戏 B 它是不能互通的，甚至同一家公司的数据都不能互通的。但我们基于区块链的话，我们可以真正实现一个真正的 Metaverse 的游戏，一个真正的和现实一模一样的游戏。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在一个游戏里边可能打造出来的一个道具，可能就可以永远存在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它可以存放的时间可能比我们自己寿命还要长。然后这个道具呢，它在整个区块链上是唯一的，它是可以不断的被交易。然后呢，包括像游戏角色然后我创建一个游戏角色，我这游戏角色成长呢，也是跟现实中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些数据游戏角色也好，或是道具也好，因为它是存放到区块链上，是由我自己控制的，并且其他数据方、游戏公司它是经过我的允许，它是可以读取这个数据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使得我们其实整个的一个游戏角色，它就可以虚拟的生长在区块链上面去。我不管这个游戏公司它是不是存在甚至可以是停止运营了只要是另外一家公司重新再把区块链数据读起来，它其实也可以让我的角色重新再复活，并且我的过往的一些打的一些装备，我的游戏经验都可以累积下来，因为我的数据都是存放在区块链上面去，所以使得就是整个的游戏模式，整个的一个游戏的一个体验可以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真正的我认为就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能够真正体验所谓的元宇宙的游戏的这么一个概念并且我们头号玩家里面的这么一个游戏可以比头号玩家里面的那个绿洲更加棒体验，因为我们不用担心游戏的一个数据丢失，所以商业模式毫无疑问的也会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个人所思考的一点分享一下首先我认为就从收入模式来说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就刚才提到了，现在其实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是依赖广告收入的，是吧？即便强大如谷歌，它的70%的收入是来自广告。因为刚才提到了，因为它其实现在互联网缺少了一个微支付的这么个能力，所以使得互联网公司只能通过将用户数量做大，然后将用户的数据，叫隐私也好，或叫使用习惯也好等等，卖给广告公司，来去获得了一部分的一个所谓的精准广告的体验或精准广告的这么一个收入。但以后所有的一个公司，它可能更依赖的是一个微支付的直接的收入，并且这个收入是无需经过第三方的，直接是用户和应用方，用户和商业方之间的一个直接支付，就广告不再是唯一的一个收入来源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还会有一个新的通证经济这个是个全新的一个经济学这个如果要展开说也是蛮大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今天就点到为止，就是通过通证经济，完全可以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收入模型。这个收入模型它是可以激励这个应用参与多方，包括用户方、内容提供方还有应用方等等，能够各自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一个能动性并且通过这样子那个项目方，它可以获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收入模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公司的一个治理模式会发生了一个改变啊。在我看来，就是未来就是股份制公司法人的重要性会下降，自然人的一个属性要上升。然后呢，现在未来呢，用户可能不单只是个用户，用户、股东还有客户三者的身份呢可能会更加模糊，并且呢，优秀的公司啊能够成为一个全民性公司的一个门槛可能会更低，然后呢，就刚才提到的，我说了大概可能一个多小时了，是吧？我说了1个多小时的，可能都专注在那个互联网领域啊，因为在我看来，可能现在就是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它是可以成为现实，并且正在成为现实。但站在一个更远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区块链它的作用远不止在互联网领域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做过 AI 行业的这么一个创业，所以在我看来啊 ，AI 技术它是一个改变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这么一个技术是非常好的。但如果我们的 AI 能够真正是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或是让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话，它必须也是要基于区块链的一个 AI 才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因为以前 AI 公司都是每家公司它自己的数据集也是私有的。但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 AI， 能够或是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 AI 的话，它必须是通过访问世界范围内的数据，才能成长为真正的 AI。因为 AI 它现在我们都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嘛，它必须要通过数据喂养，通过数据学习才能会变得更聪明。只要我们数据更多，或是由我们全人类所产生的数据而训练出来的 AI， 它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全人类都能够提升我们全人社会的这么一个 AI 技术。然后包括IoT 领域，就是物联网领域，物联网领域其实也发展10几年，然后也是一直以来都是由于各厂商的一个数据不能互联互通，来导致可能苹果的手机控制不了华为的一个灯，是吧？小米的一些物联网设备也是不能和其他品牌的进行互通。但如果 IoT 如果能真正发挥出作用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必须要基于区块链然后包括还有更大的层面的，包括社会治理层面然后区块链技术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变得更公开透明，让整个社会运行得更阳光，更高效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然后这部分我就不展开说了好，然后我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一个演讲。就在我看来呢，现在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区块链已经成为了具备有下一代互联网基石的可能性这个区块链互联网是怎么样的一个互联网呢？我希望它是一个能承载80亿人日常使用的区块链互联网。我希望它是一个全球数据互联互通的、没有信息孤岛的这个区块链互联网并且呢，就是近1-2年已经有很多的区块链应用落地了证明了这就并不是一个空谈，或并不是说一个未来很遥远的这么一个技术愿景，而是今天切切实实的，我们就可以开始构造的这么一个区块链互联网。然后呢，在我们过往2年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呢，就我再回到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这个当下科技因为在我看来我是经过很详细的这么评估，或是很深入的思考，我认为区块链技术它是一个比过往25年互联网还要大的这么一个浪潮。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大概相当于94、95年，因为我第一次上网的时候也是94年，非常像94、95年时候的互联网但以后互联网从95年开始到现在25年，大家看到这个浪潮是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未来25年，我们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我们会产生比现在互联网更大影响的这么一个浪潮。所以我2年前我就选择投身其中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希望在座的同学
能够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是我认为区块链是一个比互联网更大的浪潮啊。然后呢，我希望有志的同学能够投身其中啊。这中间呢，需要有巨大的一个开发人才，因为其实现在对于区块链能做什么的，或者说区块链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真正了解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未来我们需要有广大的这么开发人才，然后还需要有广大的具有区块链思想的一个运营还有商业人才啊。然后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上面有我的2维码，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聊我。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就刚才提到我们还有一个链上的微博啊，叫 Sobus.app， 那我也打个小广告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链上微博，我们可以发表一个就是永久保存的一个数据，在上面可以进行一个交流。好，我今天的一个演讲到此为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